熟了不舒服。应该收头了。好。这牛油果是当当跟他奶奶在楼下玩的时候自己捡回来的。我才发现，就是院子里是有一棵牛油果树的，上面结了好多牛油果，而且牛油果都还长得挺大的，掉了满地都是。那因为掉太多了，可能怕砸着人还是怎么的，前2天物业就找人来把结果比较多的树枝都砍掉了。我这2天被这个歌洗脑了，真是好艰难。一个西北孩子被打算支配的一生。当当现在开始有一点挑食了，以前是给什么吃什么，而且他好像没有特别爱吃肉，因为可能调味太少的话，他尝那个肉原本的那种所谓的肉腥味什么，可能小孩比较敏感啊什么的，所以给他做肉还略有一些难。就他爱吃水果，其实小孩不应该吃那么多水果，然后不爱吃蔬菜，然后很爱吃主食，就是一个纯纯的北方人。牛油果太一般，反正就是都准备了，爱吃不吃吧。一点点桃子调剂一下就行。一根熟透的香蕉。我觉得就是爱吃酸东西的小朋友的家长就会比较幸福，就可以少给他很多偏甜的水果。像他
他要吃希腊酸奶的话，各种各样的希腊酸奶都很酸，所以就得加一点香蕉或者是甜的芒果之类的甜的水果。坐好，坐好。给妈妈做鸡块。又不吃了。你干嘛呢？哥哥。讲哥哥。好好吃。哥哥不吃。哥哥不吃你的饭饭，哥哥有自己的饭饭。我就说你又不吃它，你干嘛要占它？哥哥不吃，哥哥要吃小鱼干。哥哥有自己的饭。坐好吃。夹，不可以倒腰，不乖啊。Hello。Hello。先带丹丹去游泳，给丹丹报了游泳课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上课，因为家长也得跟着下水嘛，所以我穿了个泳衣。我们走了 ，OK。不是带了这么些东西，浴巾啊，什么东西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摔了个马趴。妈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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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你要干嘛？天气很好呢，当我们去的那个游泳馆离家里很近，反正马路对面，走个3分钟就到了，所以很方便。咋了？兴奋吗？紧张吗？一般吧。漂亮是不是？有奖杯，丹丹以后也学游泳哦。第一次我们当当护了全程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次就好了，再下次就更好了。游过去了，要不？我们回来了，当当的第一次游泳课结束了。他现在已经在屋里睡着了，因为是第一次课嘛，所以就是说进去熟悉一下，稍微感受一下。其实，在上课之前，他还是很好奇的，就是因为看见那个泳池里面有好多的小朋友，前一堂课的那个小朋友，就教练在给他们教怎么游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那种玩具什么之类的，他其实很好奇，就很想下去。但是你自己规定的课时之前是不可以下水的嘛，因为他怕教练还有就是周围的救生员顾及不到，会出什么危险，所以就只能就是领着他在泳池周边
玩一玩看一看。而等真的就是课时开始了，抱着他下去，头1分钟还是一个比较新奇的阶段，等真的感觉到自己有点就是在一个对他来说不着边际，然后没着没落的地方之后，我就开始很害怕，然后疯狂的大哭。教练说这个是很正常的，一般孩子是需要3到4次的时间，就大概是4次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感觉，所以让我们在边上先给他一些玩具安抚他，所以他就会被那个玩具牵着吸引力，然后稍微玩一会儿，然后等想起来了又开始害怕，然后又开始哭，消耗了不少的精力。当他现在是将近要15个月，我觉得他学游泳的话其实不算早，因为这边的课好像是有6个月到18个月的这样的课程了，因为当现在还不到18个月嘛，所以是在最小的这个班里面的，就理论上这边是6个月就已经可以开始学游泳了。其实不能说学游泳，就是让孩子去适应在水里这件事情。因为在澳洲这边，就尤其是海边的这些城市，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孩子会学游泳。我可能到那个阶段会比较羡慕那些热爱运动然后体力很好的家长。现在老师让我们回来以后多给当当在洗澡的时候给他做浇头锻炼，就不管是用那个淋浴头给他就冲他的脑袋，让他就是习惯脸上有水的感觉，或者是如果他泡澡的话，就拿杯子一杯杯盛水从他那个脑袋上浇下来。每天这么教的话，他会比较容易适应。今天就他是完全基本上就肩膀以上是没有挨到水的，就一直扒在我身上，跟那个小考拉一样。正式等他适应了以后，开始学习了以后，家长会要周着他，然后扑通一下就是沉进水里，或者是进去以后再这么出来，所以那样的话他会比较有恐惧，所以就在家先多锻炼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
这面太棒了，这块太好了，这块石头得到圆吧？他们的研究啊，有5块石头是到元代的啊，全是神仙，你们都是神仙，哎呦，神仙神仙，早的嫩，嫩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脆的，不然叫是跟画山水画一样，下一笔的时候一笔长一点，一笔短一点，还有弯一点，对，下一笔就上一笔，哎，这样最后这个过程，对，是不是你在里面写好这条路在上面再叠石？对，说的。它这个要不要考虑力学啊？有些东西它承重，能不能长期承重？早起感觉时间真的很充裕。刚刚不是带当当去游泳了吗？然后回来他就睡了，然后把他的那个午饭做好了以后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我就可以出去逛一逛。我最近就很喜欢这个 Base Range 的这些上衣，算是长袖 T 恤吧。之前有买了3件，黑色的，还有一个巧克力色的，还有一件那个浅灰色的。然后最近就越穿越喜欢，就因为最近就是瘦到差不多之前的那个状态，它的这个 T 恤衫真的很推荐，也很舒服。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真的很薄，就是薄也是舒服的一部分，但是就比较脆弱，就是洗一洗其实容易破，就有一个洞洞了已经。可能不应该用洗衣机洗，但是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先出去了，一会儿见。出来逛一逛，然后等下来跟朋友吃个饭，然后再买点东西。拍的看停车依然很艰难，居然被我找到了车位 ，so lucky。换季，穿了几件衣服，再跟朋友去吃饭，然后买东西回家。哒哒哒哒哒，我也是过马路的 spot。超级健康和超级不健康。这西兰花就变得很昂贵，扛一个西瓜回去，但是我肯定是没有办法自己搬上楼的。我之前有尝过一次这个瓜，这是我以前老觉得它长得很奇怪，然后从来没有试过。然后上次买了一个，我觉得这个瓜好甜，但现在只剩一个，就不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。但这瓜超甜，就甜的人嘴疼。扣出这个饼就真的很适合做炒饼吃。这个牌子的饼干很好吃，这个味道的最好吃，你可以想。跟你们一起激情开封。刚好我爸从国内回来，赶他回来之前就在网上买了一波彩妆。我已经挺久没有买彩妆了。我每次燃起想要买彩妆的欲望，看到我满坑满谷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实在是不缺啥。但是最近就又燃起了一些购物的欲望，因为想要试一试不同颜色的，比如说口红啊什么的，还有就最近可能对唇线笔比较感兴趣。然后先看这个粉扑吧，这应该是毛吉吉是不是？
这都没有广告，这是我自己买的平头粉扑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这种厚厚的粉扑，觉得还挺好用的，然后就想试一下。他们这种粉扑就是能感觉出来它是分了层的。我是比较担心这种东西，就是洗几次了以后会从这儿开胶。我这东西是消耗品，我也不能对它抱持太高的期望啊。这个是那个绒毛粉扑。这好像是用来比较细节部分定妆的啊！我最近就开始感受到这种手指粉扑的妙处。这个是彩棠的，因为那个我之前眼下上遮瑕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是用手指。之前用过一段时间那种遮瑕刷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用，效果真的不一样。然后我想就是搭配这种毛茸茸的定妆试一下，应该效果是会有加成的。俩短毛的，俩长毛的。每次买化妆品都会顺带买几个眉笔，花洛丽亚、薄荷生巧，这个好像对我来说略微黑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买了一个。然后这两个是奶茶棕和自然棕，拆一下，还挺好看的，透明的粉色的字儿，跟我的沙发还挺配。这个眉笔我觉得还挺好用的，它这个是扁头的，我之前买的都是那种细的，然后这个扁头的可能还不太一样。自然棕，但是笔头还挺硬的，现在可以了。自然棕就是一个比较适合我觉得自然发色的，然后薄荷生巧偏灰棕，画出来的话，其实薄荷生巧画出来会比较浓一点这个色儿，一不留神的话就是颜色就黑了。我属于五官偏重的那种人，所以有的时候眉色一深的话会显得点儿太凶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奶茶棕，奶茶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淡，我是最近比较想试一试那种比较浅的颜色，我挺喜欢这个奶茶棕的颜色的。然后是几支唇线笔，我最近开始喜欢用唇线笔了。我手头除了那种红色的，比较偏裸色系的，是有这么3支 Kylie 的 Pumpkin， 还有 Charlotte Tilbury 的2支，一支 Iconic Nude， 还有一支那个 Pillow Talk， 这几支还挺好看的。因为我最近想要尝试一些，就比如说偏裸色系的那种唇妆，那种唇妆如果不涂唇线笔的话，有点奇怪，说实话。这个颜色我很喜欢，这个开利的这个 Pumpkin， 这个我买了挺久的，然后最近才开始用，然后感觉很喜欢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完全可以当那个唇膏涂全唇，然后也不会干。但这2支不行，这2支就 Charlotte Tilbury 的比较干，当唇线可以，没有办法去当唇膏使，也打不了底。Pillow Talk 我是觉得略微粉了一点点，对于我这个肤色来比较适合那个更白皙一些的人。然后这2支是花洛丽亚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在网上做功课，然后说这2支应该是比较能够适配大部分裸色系的或者是自然色系的那个唇妆。一口咖啡 and 一口饼干，这个包装很好看呢，怪可爱的。它也是这种扁头的，这个是一口饼干，哦，这个挺粉的呢。哇，这个膏体很顺滑，没有像刚刚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那种有点卡卡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一口咖啡了。哦，这个膏体感觉真的很好。这个一口饼干没有这个 Pillow Talk 那么粉，偏肉一点。唇线笔就是一堆放在一起的话，就是都是类似的颜色的，有些许不同。然后这个是 Out of Office， 这个色号应该是黄山，这个颜色是适配度最高的一个颜色。包装金闪闪，它是这种细的，这个是比较接近纯色的一个颜色，确实应该是，因为这个很明显，这个 Pumpkin 已经有点偏砖红色的感觉了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比较接近，类似于就是说比较有血色的那种唇色，描唇线应该是比较适合比较自然的。就花洛丽亚这2支灰调更重一点，更适合那种裸唇妆。黄山给绝大部分的口红打底，描唇线都比较适合。然后这2个是 Clio 的，还有送一个转笔刀，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转的笔，比较好使，因为这种铅笔式的比较容易削着削着就断了，削着削着就断了，损耗比较大。这个笔本身是挺好看的。我这2个色号，一个是03号的 Coffee Brown， 一个是02号的 Peach Beige， 包装配色搭配都挺好看的。这个是03号 Coffee Brown， 哎，这个也很顺滑，很好上色。那就是上色方面最差的应该就是Charlotte Tilbury 那2支。这个也是略偏灰调一点，就是如果唇色比较暗沉的话，这是比较接近那个暗沉的唇色，就比如说我的唇色。然后这个是 Peach Beige， 也是一个偏粉一点的，略感觉冷色调一些。
我个人比较喜欢黄山这一支，然后这2支应该要用才知道，我没有那么会画唇线，还在学习。然后又是3个眼部产品，这2个是染眉膏，我买了2个颜色比较偏棕一点的，然后一个是熔融灰，一个是熔融咖。熔融灰应该就是比较偏自然眉色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一起拆了吧 ，Clio 的睫毛膏。我自己涂睫毛没有那么特别的有热情，尝试的也比较少，然后一般都是看网上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，就想买来试一下。我买的这个是 Long Curling， 就是纤长卷翘款，它这个刷头就是还挺细密的，应该是，但这边也试不出来个所以然来。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睫毛膏还挺防水的，这个是擦了半天了。然后是我比较期待的唇部的东西了。先说这个万花镜的这个唇粉霜，我之前是买过2支，然后颜色我都很喜欢。我记得好像一个是那个什么什么大丽花什么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鸽血红，鸽血红就是很红，就是非常酷炫的一个红。万花镜的颜色都还挺酷炫的，但是我也没有敢买那么酷炫的，就比如说紫的呀、黑的呀，这个应该是大丽花那个。然后这个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马鞍棕那一支。是马鞍棕，这个颜色好好看，但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，我会喜欢的，然后我一定会买的那种颜色，比那个一般的红棕更深沉一些。因为我这里夏天快要结束了嘛，快要到秋天了嘛，所以就很适合我这边季节的一个颜色。这2支应该是偏裸色的，一个是 NU02， 然后一个是 NU04。哦，很好看，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裸。这个 NU04， 这都是我觉得是我可以涂的裸色，因为我不能涂那种特别裸的颜色，就会显得脸色很奇怪。这2个算是饱和度相对高一些的，没有那么显脸色不好。颜色更浅一点的那种，比较适合唇红齿白，就皮肤很白的那种姑娘。还有一支就是顺带说一下，就很久没有用，然后最近又拿出来用一支唇釉。NARS 的 Slow Ride 也是很好看的这种偏裸色系的颜色，跟这个颜色还挺相近的。后的这几样都是 Red Chamber， 这个也是我比较期待的。这个叫凝光多用刷，就是什么硅胶头的这个东西，这玩意儿还挺逗的。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够非常合理的把颜色晕染开。然后这个也是刷子，这个叫铅染多用刷，这个应该挺好用的，往嘴巴上涂应该是挺好的。做工也挺精致的，然后是4个它的多用膏是吧？这个是丝子，这个是藤尾，藤尾应该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颜色。然后这个是镀灰，是比较亮的，有珠光的一个色儿。然后这个是初美，都不是那种特别重的颜色。先试这个藤尾吧。偏橘棕那种感觉，这个还挺适合秋天的，它质地还挺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是初美，初美就偏玫瑰色系了，偏粉一点。然后是丝子，丝子看起来更日常。这个中间这个初美是偏红调的，丝子就偏柔嫩的那种粉色，带一点点桃色的感觉，真的很淡呢。这个应该是很适合上班族，或者是画那种比较清新，或者网上之前流行的那种什么纯欲的妆容，是不是？最后一个是这个镀灰哦，这个因为有亮片，所以摸起来感觉完全不太一样。这个就比较适合当高光啊，或者是眼影，或者是那个在唇膏上面叠加、口红上面叠加，都挺好看。本身颜色没有很重，就是有一点点那种肉橘色那种，那光泽还挺美的。然后是一支它的这个什么油益千肽多用棒，是偏这种棕调，这种比较自然感的化妆品，颜色饱和度都没有很高，但这个当口红应该挺好看的，光泽感、水润感的眼妆也挺好看的。但是往脸蛋上涂就比较需要化妆技巧了。就是这些东西啦，我就好好化妆，看能不能画得更好看一点。等下见，拜拜。
这个包是朋友送我的，这是纯 vegan 的一个包，很好看的。换了身衣服，那周末了嘛，所以把当当送到我爸妈家去。然后我跟谢老师去看电影，看那个第20条。我妈其实今天做了很好吃的饭，但是跟电影的时间有点冲突，就吃不了了。我现在先把当当送过去。Hello， 飞文，咱们去姥姥家了，开心吗？太热了，一直在出汗，今天温度好高，所以不给当当穿衣服了。抱。啊，让妈妈抱。哎呦，我们当伯伯。妈妈抱，妈妈抱，不让姥爷抱，不让姥爷抱，不让姥爷抱。姥姥给做的肉夹馍是吧？小心肉，哎呦，肉全洒了，待会儿姥姥过去看。上面有点硬。要当皮子的。哎，这么来。当皮子吃。这么吃，看看。哈利宝宝。哎呀。不着急，姥姥给你拿，撒全。这个肉我得专门剁的碎，你看，哦，还捡起来了，哎呀，等等，给哈利舅舅，哈利舅舅在这等着呢。就是，给舅舅吃了，好。你就奇了怪了，在家不吃黄瓜，到你姥姥家就吃黄瓜。姥姥家啥都香是吧？哎妈。下了一场太阳雨，还要继续下。肉夹馍，一面太薄了，给我爸这边车上也买了一个这个安全座椅，买了一个1到8岁用的这种，我们自己车上的是0到4岁用的，然后这个就因为他现在已经1岁多了嘛，就干脆买一个能坐时间长一点的。而且我爸这边车位置比较宽敞，它能放的比较大，但是就是现在已经可以向前坐了。我那边还是面冲后的，然后先让当当试一下。当当，哦，它这个可以做成竖的，就没有像我们那个那么半躺着，让它舒服一点。这还有一个，松的时候就是松下这个，再按下红的，按下红的就松开了，就开了。你的位置真大呀，哈利宝宝。哎，这样他在车里会逛到吗？不会。铺个垫子，铺个垫子就应该是要系安全带的。17的车位真的好难找，我们绕了好久，要找到一个停车场。本来还可以去喝个东西，现在只能直奔我们要去看第20条，要去看雷佳音，还不知道那个热辣滚烫什么时候上。前面是哪里？唐人街。好 happy 哦！我们看完电影回来了，我感觉这个电影还挺紧凑的。因为国内先上映挺长时间了嘛，然后就有很多的评价还挺褒贬不一的，但我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尤其雷佳音真的演得很好，除了那个律师那条线有一点点莫名其妙，但是就是整个就全程没有让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，雷佳音真的很棒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回家，明天其实还可以出来看一下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？飞驰人生啊，《飞驰人生2》，就立去把它看完。还有就这样喝个电影院的空调跟不要钱一样，那个凉风就直吹我的那个后脖梗子，给我冷的呀。百密一疏，我平时去电影院其实都会多带一件衣服。今天35度，我想不至于没必要，然后就穿件长袖就去了。没有想到啊，我在澳洲这么些年，有超过2/3的那个感冒都是因为吹空调吹着凉的，所以就每次都要喝个3-9，买个安心，不是广告。晚安。